为什么时间跟空间一样是一个真实的维度啊？时间本身就不好理解，对吧？尤其是我们还把它当做了一个真实的维度，因为它跟空间不一样。空间我们可以真实的感受到啊，如果你在空间中运动的话、移动的话，你立马就会想到这个三个方向：前后、左右啊、上下啊，也就是笛卡尔坐标系。但是时间这个维度看不见也摸不着，而且它只能朝一个方向移动。那为啥我们还要把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捆绑在一起，称为四维时空？好，我先说答案啊。原因就是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当光速不变的时候，空间和时间就不再是绝对的，而且它们也不能孤立的存在，必须要结合在一起，才能完整的描述现实。那下面我们就详细的说一下啊。如果你现在在地球的表面想要表达你的位置信息，你就需要知道两个这个维度信息，也就是纬度和经度。如果你在三维空间中，或者你在飞机上啊，想要表达你的位置，还需要另外一个维度的信息，也就是高度。这三个维度就可以确定你的空间位置了，对吧？但这其实还不够啊，因为你缺少了时间信息，对吧？你看，假如你是一个杀手啊，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你不仅需要知道目标出现的空间位置，还需要知道时间 t。这样才能准确的定位，对吧？对它进行定位。所以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啊。再比如说，你明天约了一位美女啊，你们除了要约定见面的地点以外，还要约定时间，见面的时间，对吧？这样你们才能准确的在同一空间位置以及时间坐标轴这个位置上见面，对吧？那么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中，他就先考虑了同时的相对性啊，说的是两个不同空间位置发生的事件的同时性。跟参考系的选择是有关的，在不同的参考系下，对两个事件发生的顺序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说，对一个事件的确定啊，对一个事件的描述，少不了时间这个信息。所以时间这个信息跟空间一样必不可少。只不过时间相对于空间来说，它比较特殊一点啊，我们不好理解。而且在狭义相对论中，如果光速恒定不变的话，那么空间和时间就不是绝对的，而是会随着物体的运动产生时间膨胀效应和尺缩效应。也就是说，运动速度越快的物体，它的时间流逝速度越慢，运动方向上的空间也会收缩的。这个发现又把运动、空间和时间又这样联系在了一起啊。因此，爱因斯坦老师米可夫斯基就提出了四维时空的概念啊，说的是万物其实在四维时空中是以光速在一直运动，是一个恒定的速度。也就是说，我们在四维时空中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速度。如果你现在完全在空间，就是在三维空间中静止不动的话，停留在相同的位置，那么你就会以最大的速度光速在时间中运动。如果你现在在空间中产生了一个运动速度，那么你在时间中的运动速度就会减慢了。这是因为你在时间中的运动速度向空间中产生了一个分量，因此时间才变慢了。这样一说是不是就很好理解了啊？如果你在空间中运动的越快，时间就会越慢啊。这其实跟你开车是一样的。如果你现在以80迈的速度向东行驶，那么你向西的速度就是0啊。那么你现在保持车速不变，你向西产生一个速度分量，那么你向东的速度就会减小的啊，就是这个道理，是吧？如果你没有质量啊，在空间中就会以最大的速度光速运动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就会在时间这个维度中停止运动，因此你的时间就会静止。那当然，你在空间中运动的速度越快，那么在运动方向上，空间的距离就会缩短，这就是尺缩效应啊。可以看出，对于任何物体的运动来说，空间和时间是一个整体，它们不可分割。就像米可夫斯基在1908年所说的那样啊，我想阐述的时空观点是从实验物理学的土壤中产生的。从此以后，空间本身和时间本身都注定要消失在黑暗当中，只有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四维时空，才能保存独立的现实。那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为我们统一了时空，对吧？这意味着无质量粒子它们在本质上都是稳定的，因为它们在空间中以光速在运动，所以它们在时间中就没有运动是停止的啊，也就是说它的流逝速度就感受不到流逝啊。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不稳定的粒子，比如在高空大气产生的缪子可以到达地面，尽管它的寿命只有2.2微秒啊，乘以光速的话也只能前进660米，因为时间膨胀效应可以让接近光速的短命缪子更加的长寿。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现在有一对同卵双胞胎，把一个留在地球上，另外一个去太空进行接近光速的旅行，那么旅行回来的这一个就会更年轻一点，因为它相对地球上的人经历了更少的时间流逝。所以说，时间在我们看来，它不仅真实的存在，而且跟空间一样，是一个真实的维度啊。我们一直在时间中往前运动。那当然，关于时间的秘密还有很多啊，比如时间为啥会单向流逝啊？那知道答案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好，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赞关注，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